可不可以跑慢一点啊？啊，我侧腹在痛哎，我侧不痛。还喘。跑友们，你们是不是常常也会有侧腹痛的问题呢？很多人呢，侧腹痛呢都会可能是你的进食时间跟你的运动时间太相近的状况下，导致你有侧腹痛的问题，或者是你的运动强度忽然拉高很多。再来，像是呢你的运动量也是，原本你只跑5公里，忽然拉到半马，都有可能会发生侧腹痛的状况哦。那今天呢，教练就要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透过训练来降低我们的侧腹痛，不要像我的摄影师一样，每次跟我练课表就跟我说，教练，我又侧腹痛了，拜托你都没有摄影完，我们今天怎么剪影片给我们的观众，让我们的粉丝好好来看我们的影片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室内训练，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核心肌群的强化，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核心肌群之后，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看哦，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身体会有上下震荡的状况下，所以我们的内脏会跟我们的肌肉、骨骼会有相对应的冲击。而如果你的核心肌群不够稳定的状态下，这个冲击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内脏之间可能会有冲击相撞的一个问题，所以会导致我的侧腹好痛哦这样的状态下，也包含了如果我们在做进食的量很大的状态下，比如说你吃了鸡排，喝了珍奶，30分钟后你就要跟我说跑一个10公里，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肠胃在没有消化完全的情况下，一样在震荡的过程中也会引发到我们的侧腹痛的可能。那最重要的呢，其实有一点呢，就是你的有氧耐力不足。为什么是有氧耐力不足呢？因为当我们今天在进行有氧耐力训练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呢会有比较多的血液在进行一个使用上的一个机制。可是呢，当你今天你的有氧耐力不足的状态下，你的肌肉可能会有缺氧的状况下，就很容易导致就是说我们的电解质的流失，导致我们肌肉当中会有一些痉挛，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其实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把你的有氧耐力提升好，以及我们接下来会教大家的肌力训练，来有效的去预防我们的侧腹痛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转场到我们的室内空间吧 ，Go！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室内空间。那当然，再次提醒大家，侧腹痛的原因呢，可能有非常多种，比如说暖身不足、你的进食时间不当，或者是说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出汗率比较高，可能身体会有一些痉挛的状态。那当然呢，我们也常看到很多的跑者在跑上下坡的时候，也会有侧腹痛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你的震荡垂直振幅相对的会变得比你以往来的更大。那很多的跑者也是因为包含了他的核心肌群不够稳定的状态下，你的横膈膜附近的内脏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互相拉扯冲击，所以你才会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侧腹痛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呢就要来教大家就是如何做好核心肌群，然后可以降低我们侧腹痛的发生几率。我们一共呢会教大家4个动作：棒式、侧棒式、桥式、矢虫式。那在这4个动作当中呢，我们又会分级为初阶、中阶、高阶、大师，让大家可以循序渐进的来强化自己的核心肌群，让自己的核心肌群在有更稳定的状态下，其实你就可以大幅的降低你侧腹痛发生的状况哦。那我们今天的动作呢，全部都是30秒为一组，好，那总共呢要做3组。那主休之间呢，你可以抓60秒到90秒。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进行动作教学。好，那我们会先从初阶的教大家哈。那初阶的目的呢，主要开始就是先建立起大家好的动作的一个排列组合。当你有好的动作的排列组合之后，你再做接下来的中阶、高阶到大师的时候，你的动作比较不容易有跑掉的状况，同时你也可以觉察到自己在动作上的一些稳定度，以及一些动作上的一个排列是否在一个好的位置。那首先呢，我们会先从棒式开始。那棒式的动作呢，我们会先从我们的手的位置，帮我你的大手臂，肱二头、肱三头的位置，帮我呈90度在地板。那我们的指尖会朝前。那这个时候呢，慢慢的帮我把你的骨盆不要前倾，往后收，保持在一个微股卷的动作，然后脚往后延伸。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从你的头、肩、背、髋到你的踝，保持在一个一直线的位置。那很多同学呢，可能会有这个掉下巴、低头的动作，记得不要低头，不要掉下巴，或者是你的臀部隆起来了，背部也是。好，记得你的动作呢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的位置。
然后维持30秒的动作。好，下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来进入到我们的侧棒式。那在做侧棒式的时候呢，一样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动作排列组合做好。那首先呢是我们的手肘，我们的手肘呢刚好会落在我们的肩关节的正下方，再来是我们的髋部，髋部一样在肩关节的正下方，再来是我们的膝盖。我们会用这样子的一个一直线的排列组合，把你的身体撑起来。这个时候呢，你的手也可以往上延伸，然后把你的脚也抬起来，维持在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把你的肩、髋，以及我们的膝盖成一直线稳定好，不要让它有掉下去的动作，或者是你的头往前撸了。保持好你的侧边的腹部稳定的一个使用。好，下一个动作呢，我们要来做的动作呢就是桥式。桥式呢，等一下我们一样会回到仰躺的动作。那仰躺的动作呢，我们呢会保持在一个脚后跟在膝盖下方的动作，双手帮我平贴在我们的瑜伽垫上，一样帮我做一个尾骨卷的动作。因为如果骨盆前倾的话，你的腰背部在做桥式的时候，你的竖脊肌会有很大的负担，所以你会没有办法把你的髋做到一个很好的伸展。所以记得帮我先做一个尾骨往内卷的动作，慢慢的卷上去，把你的臀部往上推。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你的臀部以及你的腿后侧会保持收缩，脚持续的给地板力量，稳定好。特别注意一定不要有骨盆前倾的动作。你在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的骨盆是前倾的，你的竖脊肌压力会过大，而且没有办法有效的去使用到我们的髋关节以及我们的骨盆底的一个稳定的核心训练。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做的就是矢虫式。那矢虫式呢，我们会做一个仰躺的动作。我们呢会帮我们的脚后跟先放到我们的膝盖下方，然后呢仰躺完之后，那通常我们仰躺的时候，腰背部这边会是镂空的，麻烦大家帮我做一个尾骨卷的动作，保持在你的核心是稳定的，你的腰背部是贴地的。这个时候呢，你的双手帮我往上延伸，往上延伸好之后呢，慢慢的维持好你的腰背部，骨盆稳定，把你的脚往上抬，维持在这个动作，停留30秒。那特别注意尤其是你的腰背部的地方，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是保持贴在地板上。那一样可以做这个深呼吸，吸气，吐气，保持我们的整个核心肌群的稳定。做完了初阶的刚刚的动作呢，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的排列组合的稳定先建立好之后，那现在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中阶的动作。那中阶的动作呢，我们会开始加入一些动态的一些收缩的一个动作模式。那等一下呢，我们的棒式呢，我们就会开始去做一个前后的延伸动作那首先呢，回到我们刚刚第一个棒式的动作，脚一样往后延伸，身体保持水平。这个时候呢，我把我们的脚尖呢，可以去做一个往前推的动作，往后延伸，你的腹部会有更多的离心收缩的一个训练前后推。好，那再注意很多人在推的时候会把骨盆隆起来，推的时候骨盆就越来越起来，越来越起来。这个是在推的过程中，我们身体都是保持水平的，核心稳定。那如果你想要加强强度的话，你可以一开始把你的手肘拉得比较远，这个时候呢，你的腹部的离心就会有更大的一个状态因为你的身体会越远离你的手肘，这个时候你的腹部的离心所使用到的就会变多这个是如果你想要再稍微加强一点的话，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中阶侧棒式呢，一样回到我们刚刚的一个手肘、膝盖、髋成一直线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一样往上延伸。那一样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慢慢的把你的身体侧抬起来，然后慢慢的下放，保持身体是稳定的，推起来。动作上你会发现你有更多的侧腹去参与在这个动作当中。好，那你的肋骨尽量不要推出去很多人在做动态的时候用肋骨推的力量，不是，我们是用整个侧线水平的抬起来，侧线水平的抬起来动作上要特别注意水平的延伸起来不要用肋骨去推，记得稳定好动作，往上延伸。
好，接下来中阶桥式，我们就要来准备进入到动态的动作喽。一样哦，回到我们刚刚桥式的动作，脚后跟在我们的膝盖下方，双手平贴在我们的瑜伽垫，尾骨卷，然后慢慢的推上去，下来，然后推上去，下来。哦，保持你在推的时候臀部夹紧，往你的尾骨夹紧的感觉，慢慢下放。动作上保持稳定就好咯。哦，感觉到你的整个上背到你的髋到你的膝盖呈一直线延伸的感觉。好，慢慢的放下来，记得尾骨一样都是保持卷起来。下贴的时候，我们的腰背部都是贴地的，往上延伸，连续的动作。中阶死虫式呢，我们会开始加入协调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呢，相对的会稍微有一点难，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哦。回到我们的死虫式，好，记得我们的脚的位置、髋都是保持在一个90度的一个开始。那手指朝天空，腰背部都是保持在稳定的贴着地上。然后我们的对侧手，我们的右手跟我们的左脚，等一下会去做一个延伸的动作哦。好，来准备开始延伸。在做动作的时候，慢慢的让你的手跟脚往地板靠近。那我们不碰到地板，这个时候呢，你的核心呢，请帮我在我们的对侧的这样子的一个延伸的动作，保持稳定，腰背部都是贴紧的，慢慢的回来。那很多同学做的时候呢，可能会在延伸的时候腰镂空了，这个时候你的核心呢就会怎么样？参与的变少，导致用到太多的背肌的力量，那你的腰背部就会有很大的压迫。记得你的腰背部都是保持贴着，然后再做动作上的延伸。如果发现呢你延伸的越多，你的腰背部就会起来，那我们会建议你做到一半的时候，在你可以腰背部稳定的状态下就回来。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大延伸的范围。都是以腰背部是否能够稳定贴在地上为一个检视标准。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高阶的动作呢，我们就会加入一些运动器材。那这个运动器材呢，包含了弹力球或者是哑铃。因为当我们身体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前面的初阶，或者是中阶的一些徒手训练之后，你的身体习惯了这样的刺激之后，自然的你需要透过一些不稳定以及一些自由重量的方式，来更有效的去加强你的刺激以及你的负荷的能力。这样子呢，躯干更稳定的状态下，也可以更有效的降低你的侧腹发声的状态哦。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动作呢会是弹力球棒式。那我们的球呢，就会帮我平贴在我们的瑜伽垫上，我们的手肘一样帮我90度撑在我们的弹力球上，脚慢慢的往后延伸。在弹力球这样子的一个不规则面的状态下，你的身体会需要更多的核心肌肉来参与，来征召保持好你的稳定性。那特别注意很多人在做的时候，你的腰可能会向下塌，脖子往上仰，都是保持在身体呈一直线的状态下，稳定好你的核心。好，接下来高阶侧棒式呢，一样我们搭配我们的哑铃保持在举高的位置，回到我们的侧棒式的动作。那增加了这个重量之后呢，一样你再做起来就会觉得说，哇，要把身体推起来，同时去增加这个重量的负荷。那做动作的时候，一样保持你的侧边稳定，肋骨不要推出去都是一个整个水平推上去的动作，稳定好。那手呢，不要在推的过程当中有种晃动，有些人会推往上跑掉，那这样的动作呢，可能会造成你的身体会有受伤的风险，所以手都是帮我朝着我们的天花板。OK， 延伸。好，高阶的桥式呢，我们就会加入这个弹力球，一样我们会把我们的脚踩在我们的弹力球上，踩好弹力球之后，记得脚往下踩之后，顺势的把你的臀部往上推。那一样在这样弹力球比较不规则的一个球面上，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会有一些不稳定的状况下，那你尽可能的保持减少晃动，保持好你的核心，你的臀部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下。高阶死虫式呢，我们会加入到我们的哑铃。好，那一样呢，我们先回到我们的死虫式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呢，双手呢，帮我把你的手指抓握在哑铃的一个位置。好，那手指一样朝天空，脚一样往上延伸，髋关节成一个90度的动作。那慢慢的，我们把我们的哑铃往后延伸，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会向上延展，离心收缩，保持好你的稳定，慢慢的收回来你的手。那当我们加入了这个自由重量的状态下，你的身体会有更大的刺激与负荷。然后在做动作的时候要评估一下你的重量哦，保持在你可以连续做完30秒的重量，而且你还是有力气的，不会做完30秒就完全的没有力气，因为至少我们要能够增加到3组的负荷的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大师版本的训练哦。那等一下呢，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呢，一样是弹力球放式。那我们会增加了一些动态的延伸。相信做完过初阶、中阶或是高阶的你，接下来如果要挑战这个弹力球的这个大师级别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在动作上的细节哦。来，一样我们的手肘放在弹力球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脚往后延伸，身体成一个水平。那一样，我们把我们的弹力球往前推，收回来。那记得在往前推的时候，身体保持一直线，稳定好你的躯干。很多人在做的时候会往前推，用腰去顶，不要或是越抬屁股越高，因为核心没力。我们记得啊，做动作的时候一定都是保持好身体的一个排列组合，再做动作上的变化，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要做有效的训练。那同时在训练过程中也要避免我们的运动伤害，所以好的这个身体的排列组合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接下来进入到这个大师的侧棒式喽。那等一下呢，大师的侧棒式我们会把刚刚的高阶的侧棒式加入一个脚的动作，那大家可以看仔细哦。好，来，等一下手一样往上顶。然后呢，我们身体往上延伸。那等一下在做动作的时候，我们会从这边起来，脚一起往上延伸，起来，脚一起往上延伸，整个的一个动作的一个连接带上去，一起下来，一起往上延伸。那你会发现我的手部的位置都不会有任何的晃动的动作，都是保持在往上延伸固定的一个延伸动作模式哦。记得我们都是很平行的、水平的往上带上去，下来。带上去，下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大师桥式哦。我们把我们刚刚高阶的动作呢，进入到我们的动态的一个模式。好，那记得哦，我们变成动态模式的时候，脚一样踩在我们弹力球，记得骨盆不要前倾，因为骨盆前倾，你的腰背部负担过大，没有办法有效更使用到我们的臀部以及我们的核心的稳定的一个使用。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尾骨往内卷，推上去。稳定好，慢慢的下来。好，我们身体在下来的时候，有脊椎一节一节的从你的胸椎到你的腰椎到你的肩椎，再推上去。下来的时候慢一点保持你的稳定，保持你的稳定。脚一样，帮我踩稳在我们的弹力球，踩稳之后推上去。动作都是慢的因为弹力球呢，在做桥式的时候相对的会比较不稳定所以你需要更多的集中精神，保持好你的控制。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了大师死虫式。那大师死虫式呢，一样我们会把刚刚的双手抓哑铃转化为单手抓哑铃哦。那单手抓哑铃的时候呢，保持好你的稳定，单手抓哑铃，然后去做延伸，回来，换手，延伸，回来。那动作呢，一样重点都是在我们在延伸的时候。我们的腰背部保持好你的稳定，然后慢慢的收回来。好，记得要换手，不然你的一只手一直撑着哑铃会很累。记得一定要换手，把两边的动作都有效的、确实的去做到。真的很多的跑者都会跟我说，就是本身有一些侧腹痛的问题。这个呢，当然多数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常看到的一些新手跑者，因为他的本身的身体的核心不够稳定，再来就是他可能对于一些不管是暖身不够认识，进食时间又不当的状态下，所以比较容易发生在新手跑者。而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精英跑者在比赛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因为在比赛的时候，通常不管是紧张的因素、心理的因素，或者是身体在那个高负荷的状态下，都有可能会产生侧腹痛。所以侧腹痛不会只仅限在新手跑者，你是一个跑者，你就有可能会发生侧腹痛的状况。那一旦发生了，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避免它长时间发生的状况。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从这些肌力训练当中，其实建构好的一个核心稳定，其实就可以有效去降低你侧腹痛的发生几率。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帮大家精心规划的，从初阶、中阶、高阶到大师等级的，因为你会随着你的能力逐步提升之后，那你接下来，如果你还是维持着你原本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刺激模式，那其实对你的效果相对的会越来越低。所以透过你的整个渐进式的初阶、中阶、高阶大师，你可以越来越有效的强化你的核心肌群。那记得啊，我们的动作啊都是30秒为一组，那总共做3组，每一组之间呢，你可以休息大概90秒上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记得有一些单边的动作，你要去做一个换边的动作哦，不要重复的只操你的左边，那你的左边负担会太大，要稍微去练一下右边，两边去做一个平衡的训练。好，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侧腹痛你要如何去做训练，然后避免这些状况的发生哦。好，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我是李汉轩，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下一期见喽，拜拜。